你对世界的期待正在被世界记住。这句话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在我慢慢活过一些循环之后，才开始相信的事。以前的我很少注意自己的期待，我以为期待只是想法，只是希望，只是还没发生的未来。我没有发现，我每天带着什么样的期待醒来，就已经在默默决定我怎么看待一切。那时候的我对世界其实很防备，我期待被忽略，所以总是先把自己缩小。我期待失望，所以不敢真正投入。我期待事情变难，于是每一步都先准备好受伤。我以为那叫现实，叫保护自己，却没发现那其实是一种我对世界的预设。慢慢的，世界真的照着那个预设回应我。机会总是差一步，关系总是留一点距离，好像所有事情都在验证我的小心翼翼。我一度以为那是命，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期待在工作，不是大声宣告的那种，而是藏在语气里，藏在反应里，藏在我怎么对待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我开始留意，当我走进一段关系时，心里在期待什么？是在等待被证明，还是在等待被抛下？是在相信会被理解，还是早就准备好失望？我才惊觉，原来我一直把同一种期待带进不同的场景，而世界只是一次又一次照着那个讯号回应。直到有一天，我累了，不是因为世界太难，而是因为我不想再用恐惧预知未来。那一次，我没有要求自己立刻变乐观，也没有逼自己相信奇迹，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调整。我开始练习对世界抱持一种不那么紧的期待，不是期待完美，而是期待温柔；不是期待一定成功，而是期待自己能被好好对待。我开始在行动前先问自己，我现在是在期待什么？如果我期待被尊重，我就先尊重自己；如果我期待被听见，我就先诚实表达；如果我期待被支持，我就先不否定感受。那些改变一开始很安静，没有立刻翻转现实，却慢慢改变了我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我发现，当我不再预设失望，世界也不再那么急着让我失望。当我带着善意靠近，回来的回应也开始有温度。不是每一次都如愿，但不再那么冰冷。我才明白，世界其实很敏感，它一直在接收你对它的看法。你期待对抗，它就准备考验；你期待匮乏，它就显示不足；你期待被否定，它就不断重复那个剧本。不是惩罚，而是记住。记住你习惯怎么看待它，记住你相信什么会发生。而当我开始对世界抱持不同的期待，不是天真，而是稳定，世界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我。我不再用防备迎接每一天，我用一点信任，一点开放。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不会受伤，我选择相信，就算受伤，我也能照顾自己。那样的期待让我站得住，而世界似乎也感觉到了。事情不再那么尖锐，人不再那么疏离，连困难都多了一点缓冲。我开始懂得，期待不是要求，而是一种频率。你带着什么样的心，世界就用什么样的节奏靠近你。你对世界的期待不是空想，而是一种持续发送的讯息。它在你怎么说话，怎么选择，怎么对待自己里，一遍一遍被送出。而世界其实一直在听，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回应。现在的我
不再随便对世界失望。不是因为世界变完美了，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正在教它该如何对待我。我用尊重期待尊重，用真实期待真实，用稳定期待支持。那些期待不张扬，却持续。而世界也正在一点一点记住我对它的相信。原来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冷漠的宇宙里，我们是活在一个会回应你如何期待它的世界里。你对世界的期待正在被世界记住，不是某一天，而是每天。你对自己的态度，世界全都看在眼里。这句话不是在提醒我要表现得更好，而是在很久以后，我终于看懂的一个真相。以前的我总是很在意外界的眼光，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在意是不是被肯定，在意是不是被珍惜。我努力修正行为，调整语气，让自己看起来更讨喜，更懂事，更不会成为负担。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总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好像世界并没有真的把我放在心上。那时候我以为是我还不够好，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真正被忽略的不是世界眼中的我，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我对自己很苛刻，犯错的时候，第一个责怪的人是我。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不想要的时候，我说服自己不要那么自私。我嘴上希望被尊重，心里却一直在贬低自己。我期待世界温柔，却从来没有对自己温柔过。那样的我，其实每天都在对世界示范，我是可以被忽略的，我的感受是可以被搁置的，我的界限是可以被跨越的。而世界只是照着那个示范，如实回应。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很普通的瞬间，突然停下来。我问自己，如果这样对待一个我爱的人，我会愿意吗？那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我才发现，我对自己其实比任何人都严苛。那一天起，我开始做一件很不习惯的事。我改变对自己的态度，不是立刻变得自信，也不是突然爱上自己，而是从最基本的尊重开始。我开始听见疲惫，而不是立刻否定。我开始承认不想，而不是急着勉强。我开始在心里站在自己那一边。那些改变没有对外宣告，却在内在悄悄发生。我发现，当我不再用责备对待自己，世界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尖锐。当我开始尊重界限，别人跨越的次数真的变少了。当我不再急着证明价值，反而更容易被看见。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而是因为我不再允许自己被随意对待。我才明白，世界其实一直在看你怎么对自己说话，看你怎么面对感受，看你在不被理解的时候，是选择站在自己身边，还是转身责怪自己。你怎么对待自己，就像在为世界写使用说明。你告诉他，这个人可以被尊重，还是可以被忽略？这个人有界限，还是可以被推着走？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能量的秩序。当你内在站得住，外在自然不敢随便。当你对自己温柔而坚定，世界就会学会用同样的方式靠近你。现在的我不再急着要求世界理解。我知道，只要我没有离开自己，世界终究会跟上。不是每一次都完美，不是每一次都被善待，但那已经不再动摇我。因为我知道，我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世界，我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你对自己的态度，真的，世界全都看在眼里。
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回应。当你开始尊重自己，世界就没有理由再轻视你。你愿意相信的程度，决定幸福靠近的速度。这句话不是在责怪谁不够相信，而是在我走过很多等待之后，才慢慢理解的一件事。以前的我其实很想幸福，我想要安心，想要被爱，想要日子有光，心里有落脚的地方。但我对幸福始终保持一点距离，不是不渴望，而是不敢真的相信。我一边期待，一边又提醒自己，不要太乐观，不要太投入，免得失望的时候会痛得太深。于是我用怀疑包住希望。我告诉自己要现实，要冷静，要先看到风险。那样的我看起来很理性，其实一直在踩刹车。幸福不是没出现，而是每次靠近都被我慢慢挡在外面。后来我才发现，幸福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靠近的，一点一点，在你愿意打开的程度里慢慢走来。而我当时其实没有真正打开，我嘴上说相信，心里却在预备退路。我说我期待，身体却随时准备收回。那样的状态，幸福就算想快一点，也走不过来。不是他不够努力，而是我没有站稳。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用不相信保护自己。我害怕相信之后，如果没有实现，那种失落我承受不起。但我也开始明白，如果我永远不相信，幸福就永远只能在远处。那一刻，我没有逼自己变得全然乐观，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调整。我允许自己多相信一点点，不是相信一定会成功，而是相信我值得尝试；不是相信永远顺利，而是相信就算不顺，我也不会抛下自己。那个相信没有让世界立刻翻转，却让我的状态慢慢改变。我开始用比较开放的心迎接机会，不再一开始就怀疑动机，不再急着否定可能。我开始在关系里少一点防备，多一点真实，不是毫无界限，而是不再预设结局。就在这样的状态里，我发现幸福真的走得比较快了。不是奔跑，而是没有再被我挡住。事情变得比较顺，不是因为没有困难，而是我没有在用恐惧拖慢每一步。我才懂得，相信不是一种口号，它是一种你是否愿意让幸福靠近的姿态。你越是怀疑，幸福就只能慢慢试探；你越是相信，它就越敢往前。不是因为你比较幸运，而是因为你没有一直关门。现在的我不再用全然的确定才允许自己快乐，我愿意在还没证明之前先相信一点。相信生活不是只为难我，相信世界也有温柔的时候，相信我不需要先承受很多痛才配得上幸福。这样的相信让我走得比较轻，而幸福也不再那么迟疑。他知道我不是在考验他，而是在迎接他。原来幸福的速度从来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你愿意给他多少信任，多少空间，多少真心。你愿意相信的程度，真的会决定幸福靠近你的速度。不是因为你想得多好，而是因为你终于没有再用怀疑把自己挡在门口。你允许幸福的程度决定幸福的大小。这句话不是在责怪谁不够知足，而是在我慢慢走进幸福，却又一次次退后的时候，才真正明白的是，以前的我其实不是没有幸福，
只是每当幸福靠近，我总会下意识缩小它。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太开心，不要太期待，不要把感觉放得太大，免得失去的时候会痛得太深。于是我学会只允许一点点幸福，够用就好，不要太满，不要太亮。我以为那是在保护自己，却没发现我同时也在限制幸福。当好事发生，我很快提醒自己，这只是暂时。当被温柔对待，我立刻怀疑，是不是很快就会结束？我让幸福一直停在门口，不是因为它不能进来，而是因为我没有把门打开得更大一点。后来我才发现，幸福其实很尊重人，它不会硬闯，也不会强迫。你给他多少空间，他就站到哪里。你只允许一点点，他就只敢停留一点点。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回应。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敢真正允许幸福？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害怕失去。害怕如果我全然打开，一旦幸福离开，我会承受不了那个落差。但我也慢慢明白，一直缩小幸福，其实没有让我更安全。它只是让我错过很多本来可以更深刻的时刻。于是我开始练习一件很温柔的事，我不再在幸福出现时急着降温，我允许自己好好感受。开心的时候就让开心完整，被爱的时候就让那份被爱真的进到心里。我不再提醒自己，这可能很快会失去。我告诉自己，就算未来会变，此刻也是真实的。那样的允许，一开始其实很陌生。幸福变大之后，心也变得比较脆。但奇妙的是，我没有因此崩溃，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有能力承载更多。原来我不是不能承受失去，我只是从来没有真正承受过幸福。当我开始允许幸福，不再缩小它，它带来的不只是快乐，还有力量。力量来自于我终于相信自己值得完整的感受，不是一点点，不是刚刚好，而是我愿意让它占据该占的位置。我开始发现，幸福变大了，不是因为世界突然给更多，而是因为我没有再把它挤回角落。我不再对幸福说小心一点，我对它说你可以进来。那一刻我才懂得，幸福从来不是外界决定的，它不是看你多幸运，而是看你敢不敢允许。你允许多少温柔，生活就给你多少温柔。你允许多少快乐，快乐就站到多近。不是因为你不配，而是因为你还在防备。现在的我不再要求幸福永远存在，我只要求当它来的时候，我不要再把它缩小。我愿意张开心，让幸福用它原本的大小出现在我生命里。就算它有一天离开，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至少曾经完整的允许它存在。原来幸福的大小真的不是命运给的，而是取决于你愿意为它留出多少空间。你给自己的理解正在松动现实。这句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我在很多次卡在原地却又说不出原因的时候，慢慢体会到的真相。以前的我其实很少真正理解自己，我更擅长评断。评断情绪是不是太多，评断反应是不是不成熟，评断自己为什么总是在同样的地方跌倒。我以为那是在检讨，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好，却没发现我一直用一种很严厉的方式看待自己。我对世界要求理解，
却从来没有先理解自己。当我感到疲惫，我说你太弱了；当我感到迷惘，我说你怎么还没想通；当我做不出选择，我说你真的很没用。那样的内在对话每天都在发生，而我却不明白为什么现实总是那么卡。事情好像一直走不到下一步，关系总是停在某个尴尬的位置，努力了很久，却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拉在原地。后来我才懂，现实之所以这么僵硬，不是因为它故意为难我，而是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任何空间。我不理解自己的害怕，所以害怕只能用拖延存在。我不理解自己的抗拒，所以抗拒只能变成阻碍。我不理解自己的不安，所以不安只能在现实里反复重演。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累了，不是被事情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那一次，我没有再问为什么我这么慢，为什么我这么卡，为什么我这么不像别人。我做了一件很小却很关键的事，我开始试着理解，不是马上原谅，也不是强迫自己想通，而是单纯的站在自己这一边看看。我问自己，你是不是其实很怕？我承认，是的。我问自己，你是不是不知道，如果真的往前，会失去什么？我承认，是的。那些承认没有让问题立刻消失，却让内在第一次松了一点。我才发现，理解不是纵容，而是一种停止攻击。当我不再对自己出手，很多卡住的地方开始慢慢松动。不是因为我变得积极，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所有力气用在对抗自己。我开始发现，当我理解疲惫，我就不再用拖延惩罚自己；当我理解恐惧，我就不再用否定逼自己前进；当我理解犹豫，选择反而变得清楚。现实也在那时候悄悄改变，不是剧烈的转折，而是一种松。事情不再那么僵硬，对话不再那么卡顿，机会不再需要用冲撞的方式出现。我才明白，现实其实一直在反映你怎么对待自己。当你不理解自己，世界就只能用阻碍逼你停下来看；而当你愿意理解，现实就不需要那么用力提醒。你给自己的理解，不是在宠坏自己，而是在释放卡住的能量。理解让你不用再假装没事，不用再逞强前进，不用再用自责推动人生。当内在被理解，它就不需要在现实里大声抗议。现在的我不再急着修正自己，我先理解为什么慢，理解为什么怕，理解为什么此刻还走不到那一步。那样的理解没有让我停滞，反而让我更容易前进。因为我不再一边走一边拉扯自己，我开始相信，真正改变现实的从来不是更用力，而是更温柔。温柔到你愿意理解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你给自己的理解真的不是小事，它正在一点一点松动那些看起来牢不可破的现实。不是因为你控制了世界，而是因为你终于没有再把自己困住。你给自己的信任正在召回能量。这句话不是一种激励口号，而是我在一次次耗尽之后才慢慢体会到的真实。以前的我很少真正信任自己，不是不努力，而是不放心。我不放心自己的感受，不放心自己的判断，不放心如果照着内在走，会不会走错。于是我习惯向外确认方向，确认选择，确认是不是有人跟我站在同一边。
只要没有回应，我就开始怀疑。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是不是不够成熟，是不是该再等等。那样的生活看起来很谨慎，内在却一直在漏。能量一点一点流失，不是因为事情太难，而是因为我没有站在自己身上。我把力量交给别人的眼光，交给还没发生的结果，交给那个永远想要更安全的未来。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累了，不是因为做得不够，而是因为我发现我一直在离开自己。那一次，我没有再找答案，也没有再请谁替我确认，我只是很安静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愿意相信你。不是全然确定，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不再反对自己的决定。那个信任很小，却很深。我开始尝试不在每一个念头出现时立刻质疑，不在每一个感觉冒出来时急着修正。我允许自己先站在感受这一边。奇妙的是，就在那样的允许里，能量开始回来了。不是突然充满动力，而是一种不再那么耗的状态。我不需要同时顾虑那么多声音。我不再一边行动，一边在心里拆自己的台。当内在不再互相否定，力量自然聚集。我开始发现，当我信任自己，身体反而更放松。呼吸变深，肩膀放下，连决定都不再那么拖延。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勇敢，而是因为我不再把能量浪费在怀疑上。我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力，不是因为真的没有能量，而是因为能量一直在被拉走，被拉去对抗自己，被拉去解释感受，被拉去证明选择。而信任是一种召回。当你对自己说，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量就会停止流失。它不再分散，不再外泄，不再需要随时防卫。我开始感觉到内在有一个中心慢慢站稳。那不是自信的张扬，而是一种我在这里的踏实。我不再急着被理解，也不再害怕被质疑，因为我已经先理解了自己。我开始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该停。不是因为我预测未来，而是因为我听得见内在。那样的生活没有变得完美，却明显变得有力。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支持我，而是因为我不再把力量交出去。你给自己的信任真的不是一个心理安慰，它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当你不再反对自己，当你不再用怀疑消耗每一步，能量就会回来。不是外界给的，而是你原本就有的。现在的我不再要求自己一定要完全确定，我只要求一件事，我不要再站在自己对立面，因为我已经知道，只要我站回自己身上，力量就会找到我。你给自己的信任正在一点一点召回那些曾经为了生存被你送出去的能量。而当能量回来，你不需要用力证明，你自然会感觉到你有能力走下一步。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